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高恩主要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，探索未知的内容。这一期我们从探索下 Pi Network 2周年带来了哪些变化，分析下头脑风暴的轻微变化。从大势来看 Pi Network 发展，这段时间因为私事未进行内容更新，道一声抱歉。之后会稳定每周三、周六或周日1周2更。各位朋友点赞订阅，点亮小铃铛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支持下高恩。Pi Network 2周年的变化，以下为高恩根据本人英语知识进行翻译，若有出入还请见谅。1. 项目方首先公布增加10万 KYC 名额，已经在陆续进行，还是需要护照。昨天还有人发消息问高恩要不要 KYC， 我说那你比项目方要牛，可以自行开发一条攻略了，哈哈。各位要警惕各类骗子。2. 项目方在 APP 首页视频中公布2021年3月31日进行全体用户的钱包测试及测试网的钱包。3. 测试网拥有1万个节点建成。4. 2021年底前映射主网。5. 大众化的 KYC 解决方案正在进行中。6. 生态应用进程将会在头脑风暴中进行公示。7. 项目方将会在2021年3月31日宣布一个新的更开放派生态应用平台用户界面。头脑风暴 Brainstorm 的轻微变化。高岸在进行头脑风暴的内容筛选时，无意发现了前2个内容和之前没有差别，之后会变成图中的模样。相比之前的筛选选项，仅剩下了赞同和不赞同2个选项，而举报垃圾和跳过2个选项消失了。在反复进入头脑风暴确认后，确实这是一个轻微变化。这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改变而已吗？为了看起来更简洁，应该不是的。我们不妨从区别上进行考虑。取消了垃圾举报和跳过2个选项，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经过前段时间头脑风暴的筛选后，已经第一步筛选出了有益的项目或者建议，去除糟粕后留下了一部分成果，而这部分成果再做进一步的市场调查。当第2步中有突出的市场表现时，项目方会做出更优先的介入。无论是广泛 KYC 的方法建议，或是生态应用，将会从地域、人口等因素综合考虑，做出优先级的排序，而这也与项目方2周年公布的内容步调一致。所以在之前头脑风暴的内容中，高恩就提到过每个人在其中的投票，既行使了你们的权利，又对生态应用的落地做出了属于你的个人推动。从大势来看 Pi Network 发展，何为大势？一方面是 Pi Network 本身发展趋势，另一方面是古今发展的规律。Pi Network 本身的发展趋势是可喜的，无论是在先锋们的宣传，或是各个背景的站台，大家最近耳熟能详的大概就是越南电视台、报纸的相继报道，其中还有派币大佬与官方人员的辩论，紧接着土耳其前金融人员进行视频解读，这可以说在派的宣传上给予了相当大的一份助力。撇开具体的内容是什么，无论是否正面，即便是负面新闻，这个范围的报道本身就是一个信号，以这样的层面做出这样的动作，起码可以说是一种宣传预防针，能够让即便不认识的保守群众了解到有这样一样事物，为将来的推广使用铺路。2. 从古今的发展又该如何看待呢？自人类成体系后的历史里看，所有事物，我们不妨简单的以单一方面进行解读，从地本位到官本位，再到市场决定。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或是西方的帝制，都会有这样一种趋势存在，帝本身的想法占比极重，官员或是幕僚占比一小部分，这也是帝的地位至高无上的结果。而体系中所有事物的发展与利益的产生流向与此息息相关，一项举措很可能是帝本身想法单独所致。简单的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同时这个简单的想法也产生了一条关于荔枝的链条，帝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了荔枝，博取妃子一笑，办事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中获取了直接的钱财，可能是帝给予的，或是荔枝经营者贡献的。荔枝经营者获取名声及更多的出手，部分普通百姓自掏腰包购买荔枝，其他更多的百姓显而易见并没有能够直接参与其中。稍显夸张的讲，说是一人影响一国不为过，当然这是套用儒学的造成后果之一。接下来在官本位体系中，例如日本的天皇体系与帝本位相比，弱化了帝的权力作用，尤其象征性，整体的事物和利益产生流向趋势要比帝本位更广泛，官员进行体系中的决策，从而形成了不同集团互相自然制衡的体系。对于体系内的决策人数变多，相对的考虑也要更全面，获利人群也要更多，流向要更分散，
另外的监督体系也使得决策更好的落实到底。至于最后提到的市场，这一点严格的看，其实与地本位、官本位不在一个层面，但是我们从决策人数这方面考虑，或者从货币的发展上来看，有一定的意义。因为即便 Pi Networking 社主网也要与市场挂钩，市场决定了房价，决定了黄金价格，决定了比特币价格，决定了汇率等等。市场经济的确立在中国，使得商人的地位得到巩固，儒学、中式农工商的排位不再站得住脚。在市场中，只要是参与了的人，同时参与了决策，而相关人员更是可以说是每个人，不过是有占比大小罢了。当然，宏观调控也要占比，具体占比如何无法分辨，市场中就不得不强调其中决策人的数量巨大了。这些内容中，我们可以观察到，在这样那样的体系中，决策人数或参与相关人员在不断变多。不过同时，28定律也在同时存在着。单以货币来看，中间或许可以细化的加入银本位、金本位、美元霸权等等，但趋势并无太大的不同。那数字货币又做到了什么？ Pi Network 做到了什么？数字货币或者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，让每个人能够参与进来。高安认为这就符合那样的古今大势，甚至更加彻底。参与了就有回报，回报比例的不同，看你何时被割韭菜。当你拥有2万比特币，买了一个披萨的时候，你的决策占比就相当微弱。除了印证下28定律，也只能被后来者拿来调侃。当然了，比特币作为首个吃螃蟹的数字货币，有一定的影响，使得28定律的分布更严重。经过了这10余年的发展，数字货币对于群众来说，并不再是秘密或者冷门事物，反而作为首个数字货币，一种特殊商品，热度在不断升高。对于 Pi Network 来说，赶上了最好的时代，普罗大众对于数字货币不是那么的陌生，同时数字货币已经在逐渐与实体经济对接。Pi Network 主打的实体经济生态拥有很好的时代背景。我们以同样的古今大势来看的话，在映射主网的前提下，每位先锋都在参与项目的决策，并且获得奖励，能够在停产前参与项目的人之间是公平的。早参与或者使劲推广的人，获得的也就更多。头脑风暴的参与，让每个人参与了项目建议的决策，违规者被清理等等。实话说 ，Pi Network 作为单独的一条公链，这点是能够给我们信心的，而不是随便的在以太坊背景下发行代币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我是高恩，下期内容再见。